各位朋友，中国有一个地产的国企爆出了一个大丑闻，几个政府的领导还有国企的领导在一块喝酒，叫来了这个一个公司的下属，一个女员工。结果呢，这几个男领导喝了点猫尿，然后一块儿去猥亵这个女员工，导致女员工肋条骨都折了。这个事儿一出来，中国网友哗然，哇，这么大劲儿吗？这几个贪官啊，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肯定是贪官啊！好家伙，中国的央媒、中国妇女报全都下场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7月26号傍晚，正在回家路上的杭州的一个叫建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收到了公司电话，要求立刻赶到一个酒店的包厢去。到场后呢，发现呢包厢里有7、8位男性领导了，有这个建发地产杭州的总经理马正刚，什么招商地产杭州的总经理赵海峰，还有最中间的是滨江区分管城建的副区长郁延栋。他刚刚落座啊，这个区长便要求他喝酒，而且要用壶喝。此后1个多小时里边，他喝下了超过半斤的茅台。你看，公款请客多奢侈啊！数次去卫生间呕吐，意识逐渐模糊。宴席结束以后，他被带往楼下的商务 KTV， 除了饭局众人外，还多了几位陪酒的女性。说此后呢，他呢遭到了强制猥亵和故意伤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啥呀？这是典型的一场地产的饭局，总包开发商作陪，总包做东啊，招待主管审批的领导庆祝的是滨江区的一个地啊，他这个地这个吸引了13家地产商，最终呢招商蛇口公司以最高价拿下了这块地。招商拿地以后呢，就拉上了杭州的建发啊，这个建发呢是个建筑公司，所以呢建筑公司的女员工就被叫去陪酒去了，然后就被这几位男领导猥亵到骨折。我们来看看中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吧。其实都没有喝多，朋友都是保持清醒的一个状态。他求助无果之后，他就奋力反抗。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去的，只是吃饭嘛，错的不在他。反抗了之后被对方大力推搡，导致受伤。刚进医院的时候是昏迷的一个状态。步步紧逼，一直推他，导致他摔倒，他躺在地上，他说好疼，因为他身上有9处外伤，淤青的很厉害。当时不知道说有被猥亵跟故意伤害，觉得不对劲，然后就逼问之下才还原了事情的经过。我跟他共事了很多年，我当时听到消息的时候，眼泪直接往下掉了。网上一直说管培生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是贬低他。
公司从集团层面每天都有安排人陪着他，我们有厨师专门每天给他做饭送饭，然后去了解他的诉求和情绪，包括他那个拿起法律武器的时候，我们也都有相应的协助。那这个事情啊，这个女生啊，为了进国企，看来也付出过不少的代价啊。那没想到呢，这个越来这男领导越恶劣了，分管的一个副区长抓了，朋友们瞧见了没有？就这位分管的副区长参加这个酒局的人物一个副区长涉嫌强制猥亵刑拘免职。赵海峰是招商蛇口浙江的原总经理，央企推倒被害人致轻伤2级，刑拘免职。马正刚建发杭州的总经理，催促被害人赴局停职接受调查。轻伤2级构成轻伤了，那就是刑事犯罪了，朋友们。而且这个女员工呢，还被人造黄谣。网络上骤然出现了大量不实信息与恶意的推测这位女生现在情绪崩溃。同时呢，证实她并非网传的背景，而是来自于单亲家庭从管培生、实习生一路这个转正很艰难，就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案件曝光以后呢，网上出现了大量的针对其个人背景、赴宴动机的不实传闻，给本来就身心受创的受害人形成巨大的精神困扰，导致其精神一度崩溃。凭空猜测说她是江浙沪的独生女，家庭条件优渥才敢报警，试图消解其维权的正当性其实呢，人家是个单亲普通家庭。其实呢，很多网络讨论呢，不知道为什么把矛盾对准了受害者的私德、身份和动机，但是呢，却回避了核心的事实：公职人员、区长和企业高管在 KTV 实施强制猥亵，而且呢，被害人被推倒，还导致了轻伤2级，并且一度昏迷这才是这个案件中的关键，而不是受害者有罪论的这种传谣造谣而且家属呢明确拒绝了网传的100万和解的方案，坚持走司法途径。目前2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并免职，而且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也介入了调查。中国的妇女报也直接发文了，说这个令人愤慨这个女员工就成了这些男领导们肆意呼来喝去玩弄的对象了，而且还是国企政府领导，这个事件太恶劣了，朋友们。我估计这个时候将会成为一个典型而且呢，中国可能会出现这种新的对于国企的规定，以后谁再喊女员工去陪酒，我估计他这个乌纱帽也不想要了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